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你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为我们进行的是 PK 私房菜。PK 私房菜都有评委，因为这是一场比赛，我是评委之一。另一位评委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欢迎我们的营养健康老师郑玉龙郑老师，欢迎郑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听说咱俩不仅有口福能吃的好吃的，还有眼福。哦，有没有听到小道消息？说今天有2位美女做客节目。哦，那太好了，是不是？很期待啊。那这2位美女是谁呢？让我们片子中瞧瞧她们。大家好，我是伟伟，今天为大家做一道腐乳鸡翅。并不是只有高贵的、昂贵的食材才能够做成美味佳肴，像豆腐乳这种平凡的、不起眼的食材，也能够给您带来美味的享受。而且我们要均衡营养、平衡膳食，对于某些食物，大家可不要有偏见哦。将普通的食材如何做的不普通，这才是民间高手的过人之处。选用红腐乳搅打成浓稠的酱汁，再放入嫩滑的鸡翅进行腌制，小火煎制，少加水炖煮，这样的好味道您怎么可以错过呢？那么腐乳汁的量多少算合适呢？如何保证腐乳鸡翅不糊底儿呢？伟伟来告诉你。大家好，我是杨慧玉，今天我给大家送一道凉拌菜。这个菜很简单，主要是用那个紫甘蓝，这个吃了呢是健康，这个一是软化血管，二是清肠。因为大鱼大肉吃多了嘛，大家应该吃点凉拌菜，清口的。使用各种蔬菜制作的凉菜，确实是您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清肠的好食材。民间高手杨女士 DIY 出的营养素菜，每一个选料都是经过认真挑选，富含抗氧化效果的紫甘蓝、维生素 E 丰富的胡萝卜等等，使用健康的橄榄油调拌，这样的好味道，您怎么可以错过？看到没？现在我和郑老师右手边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呢来挑战的第1位选手，叫你伟伟。是。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爱做菜吗？现在爱做了。那常做菜吗？还可以。经常做给谁吃？做给自己，做给老公。哎呦，那老公吃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不会大加赞扬？还是说吃？我一般吃我老婆做的菜会觉得很一般。他会说。还不错，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的，因为要想拴住男人的心，先得拴住他的胃。是。那么今天伟伟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菜呢？腐乳鸡翅。腐乳鸡翅，看到没？我们这边给你的鸡翅膀啊，不，给你准备的鸡翅膀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一点白芝麻是你要的，还有点辣椒，当然你少不了的这个豆腐乳。好嘞，咱现在开始做。好，那咱第一步怎么做呢？那个要把豆腐乳。给它这是打碎的，大概需要对4-5块，然后放在容器里面，用汤匙把它压碎。现在就这样子是压碎好了，对，压碎变成酱汁。是这样。那其实你看郑老师在家里面，我们吃腐乳啊，一般都是把它作为佐餐的一个小调味品。是，今天做一个辅料来做，这个汤汁了。就是你把它彻彻底底的跟那个鸡翅膀一起来烹。对，是挺特别的。这个要倒到什么程度呢，伟伟？要把它变成酱汁，然后比较均匀就可以了。哇，现在就差不多了，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对，我们还要再加点调料。还要再加什么？盐是肯定不必要了。砂糖。好，来点糖。加糖的目的是什么呢，伟伟？会让它口感更好，更鲜美。哇，加点糖。对。这道菜你告诉我是跟谁学的呢？我跟沈星，因为我老公比较喜欢沈星。哇，那你知道，就是女人之间就要比较，就是他会的你也要会，是不是？没有啦。这里要 PS 一下，沈星呢是一个凤凰卫视的知名的美食节目主持人，美女私房菜。那您跟他学的，你老公喜欢他，然后您就觉得他会的我也要会，所以说把你老公的胃给拴住，算不算你的小心机？算你猜对了吧？再加一点生抽，生抽要一点点就可以了。我觉得豆腐乳已经够咸了，干嘛还要放生抽啊？稍微放一点可以提鲜。提鲜，来一点生抽。好嘞。现在我们把就是已经洗好控干水分的鸡翅放进去，就是翅中就可以。对。好，这是要腌它吗？还是怎样？要腌制。要腌制。对，像这种腌制的食品呢，我们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才能够腌得入味。那够久的。
对呀、哎呦那么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今天腌好，我们明天做，没错都可以。昨天腌好，今天做，这样，然后把它封好，放进冰箱就可以了。哇，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这个4、5块豆腐乳呢，你是怎么根据这个量来取舍的？就主要是鸡翅膀的多少。对，如果说你这个鸡翅膀用的就很多的话，你可能豆腐乳就要用这个也多一点。就是半斤的样子。没错如果1斤的话，我们可能要用8块差不多一些。没是吧错没错。就这么一腌它。那其实我们平时做菜也会用一些奶乳汁啊之类的，为什么不直接用奶乳汁来腌？反正也是给它捣成液体状，用豆腐乳干嘛？因为这样的话豆香味会更足。哦，对，有道理。这个呢，因为它腐乳里面有一些豆香味，，对，肯定是的。要比奶乳汁呢要好很多。就这么腌着，对腌多久，3到4个小时。 ？3到4个小时。其实说起腐乳啊，我相信呢，咱大家都吃过。但是这个腐乳啊，相对来讲呢，我还是觉得每顿饭的量不能吃太多，太咸了。对，腐乳它是一种发酵的东西，对是一种它发酵的它是怎么做成的？郑老师，您知道吗？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你像豆腐呀，经过特殊的一种加工工艺啊，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个红曲米，还有一些个食品添加剂，比如说氯化镁啊、香辛料啊，给它腌制，然后进行发酵过来的。那它属于这种发酵的这个是豆制品。发酵豆制品它有个特点，它里面的营养素含量充分被释放出来了。你比如说钙了、铁了、锌了，它的含量要比没有发酵之前的含量更高一些。但是呢，它由于添加了很多的这个盐分比较高，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会感觉很咸。所以我们建议呢，吃一天吃1到2块就足够了。一天当然， 1到2像今块天我们作为一个调料的话，以后我们也没有加盐，那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只是把它当做调料的话对呢，它可以吃到我们体内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这道菜也不是那么咸，只不过就是借它这个味道。对，刚刚在你们讲话的时候，我又加了一点辣椒粉。哦其实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辣椒粉辣椒的，对，也可以放一点辣椒粉在里面。哇，可是我觉得呀，其实您这个腌的时间够久的。那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把它这个完全的入味之后，我们这道菜是炸的还是煎的，还是说那种红烧呢？首先要慢慢的用小火把它煎熟，嗯然后再焖。就是还是挺复杂的。对这道菜之前的时候很简单。很简单，您觉得很简单？是。那您告诉我，之前的时候只是在电视中看到了这道菜，然后呢，第一次来做有没有做失败？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汤汁收的不是很好，但是味道还可以。味道还可以。对，后来就慢慢掌握了一就好些精髓，然后之后慢慢的。是那现在经常做吗？这道？差不多吧。今天你知道你是来挑战的，一会儿呢，刚才片子里也看到了，那位呢是一位大姐，也是一位美女大姐，跟她挑战，你有一点不自信吗？人家可是做了怎么讲好几十年的菜啊。淡定。淡定，这才是硬道理。好嘞，那就让我们淡定的呢，将鸡翅膀腌它3、4个小时之后，我们正式的开始烹调鸡翅膀。3、4个小时之后，哎，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其实呢，表征看不出来它腌好了，但是呢，味道已经渗进去了。对，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操作呢？我们先小火，在不粘锅里面放上适量的油，来点油，现在就可以。就是不用等它全部沸腾，就是热起来。这样的话很容易把鸡翅膀表面煎糊，然后里面还就会不熟，所以我们小火慢煎。小火慢慢煎，对，慢慢的酝酿感情。非常好。哇，慢慢的酝酿。但是这时候呢，我们的腐乳呢已经占满了鸡翅膀的外面，但腐乳的味道已经渗透到鸡翅膀的里面去了。鸡翅膀我特别爱吃，郑老师您呢？我也很爱吃。我觉得今天啊，秀色可餐的一次节目，对，看着美女为我们做菜，哇，这时候火是一直小火的，小火。在家里面做鸡翅膀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鸡翅膀看似很厚，其实还是很容易成熟的。对。要不停的翻一下啊。对。小火来回的翻它。现在鸡翅膀已经有一点发黄了，有没有发现？有发现。其实它发黄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本身的那个腐乳的汁呢，即使经过煎之后还是不会变色的，还是红的，感觉好像是鸡翅膀发黄了，但表面是蘸了一层薄薄的红颜色的腐乳，而且我能看到一些小碎碎的那个小颗粒，好像有那种腐乳的小豆。有没有闻到香味儿？说心里话，暂时有那么一点点飘过来，不是很浓哎。慢慢来，小火慢煎嘛，所以味道慢慢的飘出来，会越来越香。对，而且我觉得鸡翅膀颜色也很好看。其实我有一种感觉，郑老师，我觉得鸡翅膀呢，它怎么做都好吃，但是它不同的做法，它不同的风味。对呀，
而且鸡翅膀好像是有可乐鸡翅啊，是吧？还有红烧鸡翅，红烧鸡翅，呀包括炸的鸡翅。对，哎，像今天，哎，还是用很个别腐乳做鸡翅。我这道菜真没吃过，你以前的时候也是没吃过，看电视里面觉得很创意，自己吃的是。拿来吃。你看它有不同的这个调味儿哈，它调出来的鸡翅的颜色也不一样。没错，它这个用红曲米，哎，因为这个腐乳当中有红曲米，所以它沾的这个鸡翅的表面都是红曲的颜色，红的。对，如果是可乐的话呢，它是那种焦焦的那种，是的，那种哎略微发棕的那种感觉。鸡翅当中呢，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它的这个肉质比较鲜嫩，它的脂肪含量和一般的这个猪肉和羊肉比较起来了，含量要低，而且这种脂肪更多的是有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哦，这样子哇。看我们家美女啊做这个营养创意的大餐呢，会觉得平时的时候一定是经常下厨房的，因为你现在俨然是一副小厨娘的派头。谢谢夸奖，真的是。对，我觉得作为一名80后，哎，你是80后吗？是啊，很多80后都不会做饭，甚至都没有下过厨房。我觉得如果现在，因为大多数的80后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如果还是不会做饭，就说不过去。没错，就是自己要好好的过日子，对，要多学点烹饪。是，哎呀，你在变相的夸自己是不是？不好意思，有吗？开个玩笑来，每次都是接这个的时候，自己是不是也很享受？因为它颜色很有冲击力，红红的。是。今天拿它来参赛，可见这个是你最拿手的。这个等一下吃过就知道，我不敢自己夸自己了。但是你说比赛呢，一定得拿出自己最精彩的东西来怎么样？来 PK 的。好嘞，这对煎的差不多了吗？差不多了，两面金黄，现在已经很香的味道了。你是不是需要一个？现在呢，我要把这刚刚用过的酱汁，然后加一点清水倒进里面来。来，我来加。要加清水的。就这个酱汁，你不是说直接扔掉？不能扔掉的。加多少呢？都加了吗？少加一点，哎，就可以了。好，谢谢。我们现在把它加进来。哎，这个不用高汤吗？咱做这道菜就用这个普通的水就行。对。好，把它倒进去了。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鸡精来提鲜也可以的。如果用高汤也可以，没有高汤的话加点鸡精也可以，完全 OK。对，哎，还真是不错。好嘞，现在我们大火烧开，现在要变成大火了，煎到什么程度，咱再把它放进去，就是表皮有点发脆的。是。好嘞，好，慢慢的开始现在我们盖上焖它。好的，大火烧开。焖大概10分钟左右。哎呀，烧开之后焖10分钟左右。我说心里话，现在我闻得到这个腐乳的香味喽。听到没？现在噼噼啦啦、噼噼啦啦的响声，代表着我们的腐乳鸡翅呢焖的差不多了。这个时间我们在最后收一收汁。对。收汁的时候不需要用什么芡汁之类来收吗？干收它。对。我觉得你的鸡翅膀有戏，你看那个颜色。郑老师，你瞧那个颜色。都红色诱人嘛，没错。出锅之前要加上点白汁。哎呦，风中一点白。对。哇，你可以哎，薇薇，你可以。你这道菜呢，不仅看上去时尚，而且呢，听这个声音以及闻这个味道，关火了，好像是预示着会好吃。好嘞，盘子给您准备好，咱现在出锅。您今天这个量做的还是挺多的。你保证一人一块吗？没错没错。好嘞，太好吃。出锅，能不能赢？咱现在先尝尝菜再说。来，赶快伟伟来一起，我们吃鸡翅膀喽！哇，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这也太香了吧！这个味道，哇，怎么样？哇，真的很棒，很棒！伟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贤惠，而且在他这个年龄段，他懂营养，把这种营养的健康观融入他整个的烹调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地方。我倒觉得你老公倒是很幸福，能吃到每天你做的菜，真的很棒。这菜的味道呢是那种略微一丁丁点的那种腐乳的味道，渗透到鸡翅里面，吃起来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咸，而鸡翅本身那个鸡的那种氨基酸的鲜味还是保留住，还是很好吃的。对，没被豆腐乳那个味道盖住。哇，每一个鸡肉纤维都有这个豆腐乳的味道，而且很下饭哦，肯定下饭，配米菜最好。我觉得配馒头蘸那个汤汁都很好吃，真的很棒。今天我们 PK 私房菜的第一位美女嘉宾带来的呢是腐乳鸡翅。今天是个比赛，我们还不敢说它这是最好的，因为第二道菜还没有吃到。好，那么第二位带来的是什么呢？
刚才呢，我们在小片中已经见过杨阿姨了，现在杨阿姨正式的出场，一位美女阿姨，郑老师这么觉得吗？是的，谢谢。杨阿姨呢气质保养的很好，而且你看您刚才那陈述，就感觉对这道菜呢，主要考虑在，我觉得杨阿姨关键是懂营养，所以呢保养能这么好。我觉得那会期待这道菜到底是有没有营养，没准是她今天参加 PK 私房菜的一个战术，她知道有营养师的在这边坐镇，所以说她呢拉一拉自己这个营养师的人气哈，人气是不是？对，是的。好的。这道菜什么名字？这叫凉拌营养菜。凉拌营养菜，也可以说是沙拉。对是不是对对哎杂菜沙拉。好嘞，这边呢，我看到您准备的这几种蔬菜啊，在生活中很常见。对对对，有又简单。紫甘蓝，对洋葱，对，还有胡萝卜，胡萝卜对当然香菜。是。这几样食材做一道凉菜，对对是不是太怎么讲？这个颜色看起来太亮丽了一些。对。这在个女人吃的很美丽，男人吃的很健康。男人女人都可以，还是给自己拉票。好嘞，是咱看看怎么做才能给做的好行，吃。很简单，哎切丝。切丝。对这道菜是一道凉拌菜，全是丝状的，不像西方那种对对对对沙拉，就是都是片儿那种。对对对。好，切丝。丝的，对这道菜之前的时候是自己创意出来的。对，是的。我们朋友一起研究这个健康食品，调理出来的。那杨阿姨平时都是在家里，肯定是家里面的大厨。对，是。那今天你把这道菜作为自己的参加 PK 私房菜的参赛烹饪料理作品，有没有觉得这道菜有点过于简单？虽然简单，健康是第一的。对，好，你看，非常值得称赞，呼唤健康的，我非常支持。说起健康啊，郑老师，我觉得这个甘蓝啊，这些年紫甘蓝好像被奉为极品了。因为大家一说到紫甘蓝，就会觉得看它这颜色就觉得肯定有营养，是不是？对它，你看它的籽啊，这种籽是有意义的。在营养学当中哈，这个颜色越深、越紫、越黑，比如说越红、越黄这样子的，越重的颜色，对，越深，我们叫深色蔬菜。那深色蔬菜它体现出营养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营养价值，就是里面的抗氧化物质非常丰富。比如说里面有生物类黄酮，有含磷化合物，有异硫氰酸盐等等，包括植物凝集素都含有很丰富。那么这些所谓的抗氧化的物质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调节免疫力、抗癌、抗畸变，还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产生。你想想是不是很厉害？没错，抗血脂、血压都起到作用了。那这么说的话，平时的时候这个甘蓝啊，我们不只作为搭配菜品来吃，有时都可以单独怎么的，单独把它作为一道菜，就这种，主要用它。完全可以。好，但一般我们甘蓝都是搭配出来的。今天我们还搭配了一点胡萝卜丝，对，给它切成细细的。对，好，这个胡萝卜我们在节目中多次提到。对，你看它的颜色又是发深，没错，红黄的这种颜色啊。这种深色的这个胡萝卜，它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是在所有蔬菜当中排前3位的。你比如说还有西兰花，还有胡萝卜。如果今天我们这道菜当中再来点西兰花，是不是会更好一些？那是不是颜色会？西兰花吧，它不搭配，为什么呢？那个西兰花要焯水啊，要焯水，这个不要焯水。你这个是直接凉拌好就好了。对。所以阿姨可能考虑到，这个烹调的过程当中。这道菜在家里面做了好多年了吗？对，朋友们经常吃这个菜，经常吃这个菜，对，清淡爽口。对，主要是这个清肠非常好。清肠，主要考虑对清肠。其实现在切的这个洋葱啊，我们不自觉就想眨眼睛，因为一看到它就想到它挥发出来那种辛辣的物质。对，但是这个就是含硫化合物。这个含什么硫化合物啊？含硫化合物叫做异硫氰酸盐。观众朋友可能也不用记这种名称啊。关键大家要记住的就是这种物质，它有助于抗癌。所以你像这些菜，其实它是一个防癌、抗癌、抗慢性病的一个大组合。我觉得非常称赞这一道菜。就是说，不管是洋葱还是甘蓝还是胡萝卜，每一样都是宝贝，都是特别好的宝贝加宝贝，这个就是个大宝贝。对，是不是？对。那今天这个营养大餐还真是不错。您这都切好了。对。好嘞。放着香菜。一点香菜，把这香菜切一切。香菜啊，我就感觉好像是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吃，是不是？这个香菜的清香味对特别足。对，这个香菜本身有什么样的营养？香菜实际上它里面含有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所谓的香菜也是属于绿叶菜嘛。你看绿叶菜，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茎都含量非常高。没错。另外呢，香菜当中含有的这种有机有机酸和挥发油，就挥发出来那种物质，类似于含硫化合物。我们觉得很香的啊。那它有助于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了。
对，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是。香菜，好嘞，给它放在香菜段进去。对，现在这个凉拌呢，为什么说叫健康食品？一是用的橄榄油，橄榄油二是用的盐，三呢不要味精。哦，您是对，因为吃味精，大家知道是化学产品，没错，我们不这边能吃。不推荐。对，我们要吃点，放点提鲜就放点味达美就可以了。味达美对好，这个菜非常健康。其实我觉得啊，我们的杨阿姨之所以气色这么好，可能就是多年比较重视营养、重视养生，然后才把自己保养的这么好。对，比去美容院总做脸要强得多了，是不是？对，橄榄油来一点儿。对，胡椒面，白胡椒面，用白胡椒。对，用普通的胡椒不行吗？白胡椒面颜色就是看不出来嘛，稍微提点辣味就行。一点辣味，对，一点点。对，放一点盐。这是盐，对，盐来一点儿，对，一点点行，不要多。这个橄榄油啊，我们来拌凉菜中常食用，而且现在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条件好的话，用橄榄油来烹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橄榄油为什么好？因为它里面呢油酸含量非常丰富。你像我们吃的花生油也好，大豆油也好，还有的是阿尔法亚麻酸，亚油酸含量非常丰富，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非常少。油酸含量就更少了，没错。所以我们平常用一些橄榄油的话，调节我们这种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降低你的血脂啦、血压啦，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看，阿姨现在开始用维达美，放进去，少放一点就行了。维达美酱油是个好东西，我觉得它比普通的酱油呢要吃起来更鲜。对，它就提鲜味了。但是没放太多，是不是担心颜色？对，一点点就行。怕咸，不要咸。有人要健康的话，要吃淡一点。对，今天您是少油少盐。对，尽量的不要加热，尽量要吃这个带含维生素很高。是，阿姨，你看今天这道菜当中哈，它尽可能的用到这种天然食物的原料。其实我们要想健康和营养的话，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我们用的天然的食材当中的蔬菜。那么蔬菜呢，建议大家要宜多不宜少，就是你越多越好，多吃一些个蔬菜总是有好处的。的确，好嘞，这边我们就盛盘了。一道非常简单的清口清肠小凉菜，就这样从我们的杨阿姨手中诞生了。看着它诱人的甘蓝，以及我们胡萝卜以及香菜段以及洋葱的颜色，不自觉的让我发一句感慨啊！这样的菜是符合健康新时代的要求的，但是味道行不行呢？一会儿尝尝才知道。好嘞，这边我们已经大功告成了，当，杨阿姨亲手做的，来喽！尝一尝，是健康的食品啊。很清口，很健康，非常清爽的。对，嚼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清凉。对，而且呢，胡椒味儿感觉在里面发挥的特别的好。对，没胡椒，对，不会这么好吃的。是的，而且你看啊，它虽然说只是一凉拌菜，但是因为呢不是用什么醋啊，也不是用什么香油提香，对，所以这吃起来还是那种清清淡淡的、丝丝滑滑的感觉，保持了天然食物的这种特色。对，没错，洋葱在里面挺提味儿的，对，好吃，真的好吃，而且绿色又营养。但是今天是 PK 私房菜，咱呢还得把我们的1号选手、1号美女请上来，一起来做一个最终的结果裁定。那么最终的结果怎样呢？我先说说我的吧，郑老师。我今天觉得其实我挺喜欢2号大姐的这道菜的。我觉得这个菜很符合啊我们平时都是吃了大鱼大肉之后呢，经常吃点这样的菜品。因为可能我们一说好菜，就想到那些鱼呀、肉啊、生猛的赤肚啊、参啊之类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其实家常的这种凉拌的这种蔬菜的这种沙拉呀，吃起来时候反而很清口，也是我们需要的营养。是的，是不是？对。那您呢？您觉得？我的观点跟您是一样的，我也比较认为这个2号大姐哈，她这道菜当中的营养小炒，是非常符合天然食材所保留的营养特点，而且营养素几乎一点都不流失。没错，我们通常吃了太多的动物性食品，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呼唤于天然食品，尤其是植物性食品为主，这样的一种饮食搭配更符合营养健康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今天其实伟伟呢，作为我们80后的一个代表，是刚开始结婚不久，然后就在家里面有自己拿手的手艺，我们要鼓励他。不如这样，今天我们2个人奖品都发好不好？你给我们的伟伟发，我给我们的杨大姐发奖。好，鼓励你们，希望你们呢谢谢能够在自己的家庭烹饪的舞台上绽放出属于你们自己的光芒，好不好？谢谢伟伟，谢谢杨大姐，感谢你的收看，感谢郑老师。